10辆大车，冲过去7辆，其余3辆都车毁人亡了。4哥是为了掩护大家才牺牲的。4哥和那几个没有冲出去的赶车兄弟，都死得十分英勇，带不走的粮食也全都烧掉了，没给小鬼子留下一颗。别说了！张宝的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总算冲过去7辆车。再说，你都事先交代过，老四他太想完成任务了。这不怪老四，我了解他的脾气。他最恨的就是逃兵，我咋就没考虑到这一点呢？本来是可以完全冲过去的，咱们的计划非常周密，也顺利地通过了2个据点。可谁也没想到，3道口侧面的那条小路被鬼子给挖断了。这是意外，这完全是意外。老大，你准备些粮食和钱物，送给那些死去兄弟们家眷。记住了，以后只要有13醒一口吃的，咱就不会让他们受委屈。放心吧，我会照办的。长包了，哥，找到了吗？都找遍了，听姑娘连影子都没有。不用找了，他要想找死，就让他去死。老爸，这咋回事啊？哎呀，不是说好了这杯不能立吗？哎，老爸，我哥不都说了吗？不能立。你看你，老哥，你冷静点。去。老爸，你干什么呀你？老爸，你不能立。你怎么立上了呢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能立啊？老爸，这杯是谁立的？我。你忘了，像咱这样的人是不能立碑的。把碑抬走，找地儿埋了。哎，不行，四哥是杀小鬼子死的，他是英雄，他是烈士，那也不行。他是英雄，是烈士，可是只能记在咱的心里，这碑不能立。要想立的话，那得留给后人立。能指望后人吗？干土匪被打死的还有脸见后人吗？张宝的，四哥在他媳妇儿眼里就是个土匪呀。谁把他当土匪都行，可咱不行啊。咱知道，孙大车不是土匪，是抗联战士，是共产党员。老爸，你忘了咱们现在的身份了？老爸，不但老四不能立，就是我耿三死了，一样不能立。老五，把这拿走，找地儿埋了。好的。哎，站住！哎，我看谁敢，谁敢！你，老爸，老爸，念反了吗？老爸，你干啥呀你？老爸，出山的时候，首长是咋说的？你忘了吗？我没忘。老爸，张报的说的对，我们无论是谁死了，无论是怎么死的，这碑都不能立。我们不属于自己，我们没这个福分。兄弟们，如果我乔亮死了，
你们可以把我拖出去喂狗去都行。我知道，我今天违反了纪律了，可是这个碑得立，我得要让后人知道，孙大车不是土匪，他是英雄。四哥已经死了，咱们不能让他死得无声无息呀！咱们死的就该是无声无息。老四临走的时候说过，他死了也是13省的人，13省永远会有他的牌号。既然是13省的人，就应该遵照13省的规矩办。上包的，我求你了，这个碑给他立了吧，好不好啊？张包的，就给四哥立一会儿吧，哪怕是一小会儿，行不行？城里的鬼子已经贴出告示了。昨天夜里，有人连杀了镇守城西炮楼的几个鬼子兵。渡边正雄悬赏100大洋缉拿凶手。我想啊，小鬼子被杀这事儿，跟大车兄弟的死有些什么关系？有啥话你就直说吧，别跟我绕弯子。张宝的，大车兄弟的死，你以为就你心里难受吗？其他兄弟的心里好受吗？作为一个抗联战士，你还当过团长，你怎么这么无组织、无纪律？
我就是组织，我就是纪律，难道打鬼子还有错吗？你忘了你自己是谁了吗？你是13行领头的，肩负着军首长的重任。你想把这支队伍带到哪条路上去？你说哪条路上？当然是打鬼子的路上。打鬼子有你这样打的吗？你把自己当柳子了？我们都是党里的人，你是13行的领导人。就算你不考虑自己的安全，应该考虑集体的安危吧？眼看着自己的兄弟死了，我就是想为老四出这口气。哼！也许我们13个都会死。那你就揍我一顿。哼，揍你一顿，你心里就服气了？长包的，我们13行刚刚出山，脚跟还没有站稳。如果弟兄们都像你这样冒冒失失的，你死了，军首长交给我们的重要任务谁来完成？你别忘了，13行这支队伍是怎么组建而成的。这一点，恐怕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两位就不要互相推脱了。我今天来啊，不是想追究二位的责任，而是想提醒两位，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你们要通过这件事情接受教训，啊！现在可以确定，这件事情就是西进纵队所为。在赵源一带，一定还有抗联的地下组织在活动。六蛇帮出事就是一个信号，只是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。太君，卑职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六蛇帮的确是因为内讧才……不要再说了。10辆马车，绝对运不走5万斤粮食。太君，剩下的粮食，应该还藏在附近。是，卑职已经派人去查了。我是相信你有这个能力，把粮食找出来。卑职知道该怎么做。还有，赃物要找，贼也要抓。啊，赵源是安全区，我不希望在安全区再出现任何问题。是。6撮坊，应该是红枪会吴彪的地盘吧？是，卑职马上派人把吴彪抓来。不是抓来。是请来。是。
十一弟传过话来，没有发现秦姑娘被抓的迹象。叶永年的防卫团倾巢而出，四处搜查粮食。名为搜查，实际上是在抢粮食。连日本人的开拓团都出动了。渡边正雄很聪明啊，他明明知道丢了的粮食根本也找不回来，可他还要大张旗鼓的搜查。这分明就是想把粮食再凑齐，好给关东军司令部一个交代。这样一来，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。叶永年积极的搜查，也是为了借此机会中饱私囊；而开拓团积极的出动，也想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地盘。他们的野心会伤了老百姓，同时也会伤了各山头的利益。这对咱们来说，或许是个机会。怎么的？二哥，赵元成情况咋样？确切情报，渡边正雄点名要见吴彪。这吴彪不会乱喷乱咬吧？哎，哎，吴长宝，嘿嘿，太君，哎，别怕别怕，哎，坐这儿啊，坐这儿坐这儿。谢谢太君。这狗不错吧？哎，是啊。哎，太君请。吴长宝，哎，有人说我渡边正雄啊，纵容三赵地区的土匪作乱，是官匪一家。其实这话不对。你们拉杆子占山头，也是为了生计所迫，这怎么能算作是土匪呢？哎，即便算作是土匪，也起到了保护一方平安的作用嘛，是不是？是太君，那六撮房。哎，坐下说，坐下。哎，我是绝对相信你的，啊。嘿，太君英明。你说他们在我地盘上整这么大事儿，这就是和我红墙会过不去呀。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过去。说得对，完全对啊！来，吴长宝，来坐下。我想问你啊，你们这个红枪会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呐？没得罪过什么人呢。这吴彪啊，一向怕日本人，我担心渡边正雄给他点压力，他就会扛不住。他可是一向把咱们13省当作死对头。我估计渡边正雄也不会把他咋样，就算是想套他的话，可吴彪他也不知道粮食是咱搞的。我估计吴彪最后还会把粮食的事情推到西晋宗的身上。万一他想借鬼子的手铲除13省呢？你也知道，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13省争他的地盘。太君，6所房粮库被盗，不是说是抗联人干的吗？这抗联人在我地头上没少吃苦头，难道是他们想报复我？我说太君，这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为了6所房粮库的事，我没少提心吊胆。这多亏叶先生不让我插手6所房粮库的事，要不然我就跳进松花江也洗不清了。抗联对你们恨之入骨，这我清楚。可也不排除有些人想和你们争地盘呀。我听说最近出来个13省，不已经和你们争地盘了吗？这我和我和13省无冤无仇，他们干嘛想报复我呀？你们之前有过交道？有过，有一个叫耿三儿的，他为了一个女人打伤了我手下的弟兄。那你以前听说过13省吗？
没听说过。不过听说这帮人心狠手辣，什么事都敢干，连智勇帮的地盘他们都敢抢。他们既然什么都不怕，会不会盗六撮坊的粮库？这我真说不清楚。太君，饭都准备好了。吴长包，请吧。吴长包，我对你的为人十分钦佩啊！谢谢太君。中国呢有精兰结义的习惯，我很欣赏啊。我愿意和吴长包结为一国兄弟啊，不念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念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各位听着，从今天起，我和吴长包就是兄弟了。兄弟如手足，兄弟心连心。以后谁要是和红枪会过不去，和吴长包过不去，就是和皇军过不去，和我渡边正雄过不去。哎，吴长包，点香吧。十一弟，吴彪和渡边正雄拜把子了。真的？没错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赶紧通知长包的，让他做好准备。我担心吴彪一时昏了头，会说出对我们不利的事儿。张包的，十一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。吴彪这小子靠不住，没准会说出啥来。我们是不是先避避风头？避风头，那不等于不打自招了吗？咱不但不能避风头，而且还得光明正大的该干啥干啥。渡边正雄也知道咱13省跟红乡会结了梁子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咱真的躲了，恐怕就会引火烧身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呀！吴彪兄弟啊，这个六撮坊的事啊，确实让你勉为其难了。是，我也过意不去啊。既然有人在故意找兄弟你的麻烦，我看呢，先不如让那里的人搬出去，你说呢？搬出去？暂时交给开拓团管理。出了什么事情，也不需要兄弟你再担什么责任。啊，等局势好转之后，你们还是可以搬回来。太君，我们都是烧过香、磕过头的兄弟了，我会害你吗？太君，我年长你几岁，以后就叫兄长。啊！太君大哥，太君大哥，那我略备小宴，你我同饮几杯啊！9·18事变后，为长期占领中国东北，建立伪满洲国殖民秩序，日本决定在本土征召移民，到中国东北建立行政村落，并享受各种特权，史称日本武装开拓团。从东北农民手中强行征占土地的日本开拓团，成了抗日武装的打击目标。渡边利用六撮坊粮库事件，表面拉拢红枪会，借机扩大开拓团的地域。红枪会大长包吴彪原想借日军势力谋图发展，却失去了生存空间。我还真有点纳闷儿，吴彪和渡边正雄拜了把子，渡边正雄反而先拿他开刀了。对13省反而不闻不问，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啊。不过，他有他的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渡边正雄最害怕的，就是赵元混乱。赵元一乱，他的后方就不稳了，抗联就会趁虚而入。他现在急需要找第2个六社帮来替他看守门户，所以啊，他才犹豫不决，举棋不定。红枪会呢过于软弱，不值得托付以重任。智勇帮又只顾擦自己的屁股，喜欢玩个小聪明，所以他把目光盯在我们身上，想让我们13省做第2个六蛇帮。哎，你说他会相信我们吗？当然不会了。在山里的时候，我就跟渡边正雄打过多次交道，虽然说没有见过面，可也算是老相识了。
他这个人呢，有他自己的一套思维逻辑，他只会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一般不会信任何人。别说是吴彪，就是叶永年的话，他也未必能够听信多少啊。按照他的思维逻辑，说不定我们会有自保的机会。咱现在不是自保，而是要在夹缝中找一条路，先求生存，再求壮大，尽量扩充咱的力量。只要咱们站扎实了，那渡边正雄就只有头疼的份儿了啊！一根米阳月照花墙。呀，哎呀，长包的，你这是去哪儿喝去了？哎呀，出事了，你知道不？哎呀，这喝的，这不挺好？回来了吗？哎，行，坐。日本人跟我拜把子了，请我喝酒，我们以后就是兄弟。啥兄弟啊？兄弟。小日本派开拓团把咱们六作坊给占了，那不明着抢咱们地盘吗？啥事儿？你去给我拿酒去，我接着喝。你去，行，拿酒去。行。咱回屋喝去，行不？啊，走。我就在这喝，你给我拿酒去。喝去。快！老叔来了，快点给我拿酒。老叔来了，拿酒去。大盆凉水去。我还要喝。快给我拿酒来。拿酒。哎。半叔，哎呀！小瘪犊子！我告诉你，这巴掌不是我打的，是我替你爹吴浩山打的。好好教训你这个软骨头！我不也没办法吗？我要是拒绝他那炉香，我就连那个院儿也出不来。就是出来了，现在也横尸街头了。所以，你就踩着你爹的脸，踏着你爹的心，把咱们红墙会仅剩的那点脸面都烧进去了。我不是没办法，我是真没办法。小兔崽子，我。老叔啊，吴彪兄弟说的对呀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他也确实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彪子是疯狗乱咬人，到现在你还替他说话。他有他的难处。红枪会大都是一些吃苦受累的穷乡亲，都要过日子，都要养家糊口。他每天要带着兄弟们去拼命的话，那留在家里的妻儿老小又该咋办呢？老叔咋了？更张包子，我没看错你。啥？你去红枪会了？这吴彪啥事都往咱身上推，你还替他说好话？那你说咋办？都去打他，都去逼他，把红枪会逼成第二个六蛇帮。他现在都快走到汉奸的圈里了，那咱就把他拉回来。红枪会和六蛇帮不一样，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吃苦受累的穷苦百姓。如果这些人要是站在了咱的对立面，咱不是给渡边正雄和叶永年做了好事了吗？张班的，吴彪在背后给咱们使绊子，已经给咱们带来不少的麻烦了。哎，事实上是咱们给他们带来麻烦在先。六所房是红枪会的地盘，咱们抢了粮食，日本人肯定找红枪会。在这个时候，咱们不帮他，谁帮他？老九说的没错，吴彪吃了哑巴亏，又丢了六所房的粮食，我们能帮就帮吧。对，现在这事儿都闹到这种地步了，咱们怎么帮他也帮不了。鬼子借机在红枪会的地盘上抢粮食，糟践的是老百姓。
吴彪有苦说不出来，咱们得想个办法给他一个转身的机会，同时也给咱一个把剩下的粮食运走的机会，把这个黑锅结结实实的背在日本人的身上，让渡边正雄也吃一次哑巴亏。六作坊刚刚出了事儿，我们做事儿不能太扎眼了。就是因为刚刚出了事儿，鬼子在这个时候绝不会相信还会有人打粮食的主意。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。老大，你回去通知老六，让他在吴彪的耳边吹吹风，让他把藏粮食的地方说出来。什么？说出去？那不等于又把粮食还给日本人了吗？没错，先还给他。张报的，你的意思是？鬼子的运粮卡车不是还在赵源吗？那咱就给他来一个欲擒故纵。太君，太君，真漂亮啊！要不我来？他很怕生。怕生？你往前走2步。真跑了！这狗胆子真够小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曾经啊是一只胆子很大的狗。我父亲带着他在北海道打猎，他敢和黑熊搏斗，而且打败了黑熊。当地人呢都称他为英雄。可现在你也看到了，英雄成了懦夫。太君，卑职不明白。其实从英雄到懦夫的过程很简单，只要他亲自经历过死亡，残忍的死亡。有一次在打猎的过程中，他同时受到3只黑熊的攻击，被咬得鲜血淋淋，惨不忍睹。我父亲把他背回家来，死马当作活马医，总算挽救了他的生命。从那以后呢，他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哼，别说黑熊了，就是看见一只老鼠，他也会吓得浑身发抖。卑职明白了，太君的意思是，任何的英雄都有可能成为懦夫。说得对。我们要征服中国，征服满洲，征服整个世界，就需要明白一个道理：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英雄。太君英明。永年，我找你来呢，是想告诉你，六蛇帮的事你不要有负担，我是绝对相信你的。多谢太君的信任和栽培。同乡会胆小怕事，难成大器。那是。这个智勇帮啊，有利则图，无利则躲。这2个山头虽然声势很大，但都难以信任。对。我们要尽快培植第2个六蛇帮啊！如果说论霸道、论实力的话，这13省的确可以撑起一方的水土，只可惜呀。你说的对，我也希望呢，这个13省可以成为我们最有力的帮手，但同时，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我们最可怕的敌人。这都需要时间来证明。永年，你呀，要多派人严密监视13省的一举一动。是，卑职明白。报告。吴彪到。请他进来。是。太君大哥，太君大哥，叶先生也在这儿。吴兄弟那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好事儿啊！那个我的兄弟发现了粮食。什么？那个我的兄弟在山洞里发现了他们还没来得及运走的粮食。有多少？呀，那个老鼻子了。老鼻子。
马上去山东。老大，既然这个渡边正雄把目光盯在了咱13省的身上，我看，索性咱就整出点啥事儿来，让他看一看。我想带一些兄弟，找几家大户，先绑他几票，粮食、马匹、枪支，咱通通都要，声势造得越大越好。张包的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这个时候，正是大户人家放马养膘的时候，咱们要折腾，就折腾大点的，也好让渡边正雄了解一下他最想了解的13省。大哥，张包的，出头的船子先烂，在这种时候，整这么大动静合适吗？哎呀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你是越缩脖子就越挨刀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六所房被赶出去的那些人大都无家可归，咱不是还有几块地盘吗？可以先帮他们找个落脚的地方。那些人都是日本人的受害者，我想啊，以后会成为咱抗日的力量。这事儿要是13省出面的话，恐怕不太合适。老大，就你的东安货站，想想办法吧。行，我来办。张包的，在这个季节，大户人家就在这个地方给马养膘。你不会搞错吧？穷人家能有几户养得起马呀？撤！13省要马不要命，剩下的都给我滚，把马留下！马留下！都他妈给我滚！人滚蛋！13省，人给我滚蛋快！再他妈不滚，老子开枪了！抢马？没错。他们要那么多马干什么？其实啊，这13省并不是为了要马，他们就是说把马抢了以后，让这大户拿粮食来换马，这在当地叫抢粮子，其实和绑州票是一个意思。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啊？卑职所见，这13省一向是胆大妄为、桀骜不驯。你说出了六撮房这么大的事儿以后啊，各个山头全是藏头畏尾的，生怕给自己惹上麻烦。独的13省啊，还是这么嚣张。卑职反倒是不太明白了。不合常理啊，太不合常理了。一般做了亏心事的人都会小心谨慎，躲起来静观事态的变化，绝不会轻举妄动。没错。13省这么做显然有悖常理啊。要不然我去把他们长包的拿来问问。不，暂时谁也别动。我不是说了吗？3赵地区是一个大舞台，应该给他们足够的表演空间。是。如果他们真的是野狗的话，也可以为我们所用。不过也不能由着他们的性子来，要想办法让他们互相制约。他们怎么咬是他们的事，我们要的是能够看家护院的狗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呀。中国的文化实质上就是战争的文化。没错。中国人自己不会用啊。就是，中国人实在是太笨了。报告，13省正在六所房那里开仓接济那些断粮的老百姓，有些老百姓已经跟他们上山当土匪了。太君，这他们想扩充地盘，需要人手。现在的确是一个好机会。张包的，二哥，咋样了？粮食已经装车了，估计很快就会出发的。几辆车？2辆。老九，你们马上赶到赵云城，想办法跟11弟取得联系，混到车上去。是。12弟，哎，你马上赶到西峰山向老板报告，让他截住运粮车。
是。